臣借方海市参见陛下。平身。来的正好。青海公说你自有逢先，可众卿却多有疑问，不愿相信。你可有佐证？回禀陛下，只要一碗清水，海市便能自证清白。成。这是真的吗？太神奇了！陛下，就算方氏诱使冯仙是真，他亦是男装入朝啊！青海公有心隐瞒在前，二人合谋私放逆贼方卓英在后。如今再现方氏给陛下，处处皆为青海公私欲。恐有不可告人之目的，还请陛下明鉴。请陛下明鉴。纯容妃这一笑是什么意思啊？回禀陛下，每次这些大臣们言之凿凿地指责青海公，我便很好奇，若青海公真如你们所说如此不忠、大奸大恶，怎么还没将你们这些所谓的忠臣铲除呢？反而每次都是为了保全你们的名声而自行请罪。哼，不过是佞臣手段，你懂什么？手段这些我自然是不懂。我自幼便跟随青海公习武读书，青海公一直教育我，让我不要视年幼的境遇为祥瑞，因为在大征，有明君之士才是最大的祥瑞。若陛下需要我，我便是祥瑞；陛下不需要，我便是死士。既是死士，一把黄土埋了便是。哪有什么道理？忠于陛下，才是唯一的道理。哼，青海公好手段，真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臣等不及方氏伶俐，却也不会相信你们这样颠倒黑白。青海公的手段，你自然是不懂。且不说青海公有从龙之功，就近几年这几次大战，击退胡库人，守护边疆，是谁带军浴血奋战？是你，还是青海公？不知诸位有没有去过黄泉关？在那里，胡库人也好，尼华罗人也好，祝年人也好，只要陛下不准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入关。守在那里的将领，只要没有命令，谁都不许离开。这是青海公给我们下的死令。若是烈火通天，烧了黄泉关，我们便烧死；若是伏兵洪水淹没了黄泉关，我们便淹死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。在那里的将士，豁了性命守护的是什么？是让你们如今安然地在这里质问青海公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为的是大征的安宁，百姓的安宁。青海公将带陛下之心，言传身教，海市不敢向陛下隐瞒，亦不敢向天下人隐瞒。可若是让天下人知道，如此爱国良将，在朝廷上陷入如此境遇，怎能不叫大征的将士们寒心，叫天下人寒心？陛下，青海公战功累累，一生清贵，而方士亦是用命博功绩，臣惭愧。
这群小人，青海公上战场时倒不说什么，下了战场便往死里相逼。以后谁还敢活了命去打仗？是，陛下爷他们在哪儿？这是何道德？纯容妃之事，朕早已尽知，安排她进季风馆，也是朕的决定。方卓英一事，朕亦早有定论，青海公已受了罚，往后不许再提。退朝。退朝！陛下圣明，恭贺陛下又纳上新妃，愿我大圣千秋万载。陛下何必让纯容妃上朝？那是他自己选的。就算以为自己被你利用，被你欺骗，他也仍要护着你。陛下不该让他自己选的。他如今跟臣不能牵扯太多。建明，你不要低看了方海市对你的情谊。就算朕不告诉他，他知道你现在处境艰难，他也会想着法子来护着你。正因为如此，臣更不能连累他呀。哪怕只有一刻，放过自己好吗？那陛下呢？你愿意放了淑容妃，放过自己吗？淑容妃跟方海市不一样。不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些日子，臣在旁看，淑容妃对陛下用情颇深，陛下怪她，不肯原谅她，是因为陛下对她动了真心。陛下有没有想过，当年你我在宫中，尚算不得举步维艰，但日子也不好过，何况淑容妃？祝辇视她为棋子，她在大征无人可以依靠。有人在暗处盯着她，令臣中毒之事，真的不能怪她。何况除了她，也会有旁人。建明，让朕再想想。又让方建明抢在前头了。他竟如此铤而走险，真是意想不到啊！好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方建明平日里视方海市如心腹，没想到竟然能把他拱手让给皇帝。可这咋了？本王要对方海市下手的事因何传了出去？府内的家奴多是家生的，颇为可靠。从外面买来的也不过是7、80人，其中不到20人可以进出内院。小的已经挨个彻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呢。既然查不出破绽，一个不留。一个不留。殿下，人数众多会引起陛下注意的。下人买错了毒讯，一口汤毒死这些人，这也要本王教你。是。冯仙，龙尾神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仙人，反而被他们利用。反倒让本王棋差一招。可如今的言论都偏向方海市、方建明那一边，这再下手的话，这就去传消息。本王要内外联合。方海市是活不久了，迟早有那么一日。参见陛下。
昨日那关好不容易过了，既保住了你，也解了建明之忧。这一大早又为何事啊？臣想请陛下开恩，请陛下解开与青海宫之间的百隙。若陛下应允，臣日后愿肝脑涂地，报效陛下。你这是在为建明求情？是。臣知道，上一任老青海公比帝修多活了几年。臣亦知道，陛下视青海公为挚友，应该也想过放他自由。这样的事情，确实偶有先例。如你所说，建明于朕，亲厚更胜过亲兄弟100倍。可朕昨日也告诉你了，不是朕选择了建明，是建明选择了朕。当年通平城下役，朕重伤兵死，建明冲进军中打仗，为朕行了百席。待朕醒来时，周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痕，而建明已经倒在地上，无知无觉。他身上这些伤，本该在朕的身上。从那时起，朕就想解开百隙，可朕用尽各种方法，时至今日，仍旧徒劳无功。为何？所以，除非建明自己愿意，别人都没法解开。所以，是他自己不想解开。不，起先是建明不愿意，可后来是他来不及。去昭明宫。他在何处？公爷在书房。陈若飞，你敢！臣有罪。你确实有罪。陈荣飞不请自来，唐突入室，与理不合。倘若再有下一次，这昭明宫恐怕容不下朕了。我想要青海宫一句实话：你究竟是不是陛下的百息？是还是不是？你方才不是已经亲自验证过了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是，我是陛下的百息。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？可曾有过要恢复自由、成家立业的念头？有过。我明明听到你的心里说你有过，
经是过去的事了。人总会有软弱的时候，即便是臣也不例外。但到了重要的关头，还是要选择必须要做的事。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守护陛下，保护大周，不让百姓受苦。那我问你，我被你割舍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你到了今日，还是什么都不肯跟我说。小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跟我说，跟着你，如果作为女孩的话，除了安逸什么都没有；如果是作为男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有。你说你让我自己做决定，那这一次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做决定呢？从此以后，我与你再无任何瓜葛。君明，进了凤舞宫，受了金印册宝，方海市就真的成为纯容妃了。是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以后臣已经没有以后了。朕已经暗中派了人去驻念探寻解药了，说不定还有希望呢。臣敬天之命。
有劳了，青海公。臣职责所在。宣完。陛下亲授纯容妃册宝以礼。跪。宣册。纯容妃方氏笃生勋法，敬本庄温。今时使持节兼青海公，授妃印册。辅昆德上柔，故道成都。从资圣之礼，遵公司之意，是以历在永山，克隆长基。愿尔常怀千谨，故典册以达心安。授宝。纯容妃方氏，不胜庆悦，深谢天恩。恭贺陛下，恭贺纯容妃。建民，你今日也累了，快回去歇息吧。臣先告退。建民。建民，坚持一下。快！来了，御医来了！快快快！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你别说话，快看看建民的伤势如何了。是。青海公，如何了？如何了？回禀陛下，青海公此番毒发，是因忧劳多思之故。臣需在药方中多添几味安神之药。青海公，还请您平心静气，不然日后会毒发得更为频繁。忧劳多思，朕就知道。建民，你这巨嘴葫芦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？
还未找到解药吗？请陛下恕罪，只因此毒乃助念奇毒，从来都无解。臣已经翻烂了各种医典，遍寻良方，才得知几十年前助念王君也是中了卫生花之毒，不得解药耳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陛下，怎么，朕进了你的族，玉安宫就不欢迎朕了？不是的。只是陛下今日侧妃，臣妾以为什么？没什么。婢子给陛下奉茶。不必了，退下吧。是。陛下累了。想不想知道祝年的事儿？朕派去祝年的人传来消息，索兰一如往常，丝毫都没有被控制裹挟。你的母妃也很好。朕已令暗卫中的高手留在祝年，暗中保护他们，以防万一。还有那个婢女，朕也遣人将她好生安葬了。这下都放心了吧？臣妾谢陛下。朕知道。淑容妃从未想要毒害朕。这几日朕也一直在想，你为何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担着？想你为何没有立刻向朕据实相告？想来是朕还不能令你依靠吧？不是的。铁兰知道陛下对铁兰非常好，只是我自小习惯了自己独自去面对一切，从来不曾依靠过谁。铁兰，你可记得，你曾跟朕说过，不会让朕成为孤家寡人。你说，要陪朕到时间的尽头。铁兰说过，既然要在一起一辈子，所有不能与他人道的，所有不能交由他人做的事，都应该彼此分担。
这才是夫妻。夫妻？傻瓜，难道你不是朕的妻子吗？铁兰是陛下的妻子，愿一生一世生死相随。哭什么？都快当母亲的人了，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？我是高兴。高兴也不能哭。朕在呢，朕在呢，不用再忧虑了，啊。陛下，该起了。陛下，纯容妃循例向您问安，一早往京城宫去了。你速回去，告知纯容妃的晨昏定省都免了吧。遵旨。陛下不要这样。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每日在玉安宫，白日里也可以小憩，所以睡不了那么长时间。陛下，为何不让海氏问安？是因为臣妾吗？请陛下不要因为臣妾冷落海氏。朕新纳了妃子，你非但不吃醋，还要朕别冷落她。海氏，她跟别人不一样。他救过臣妾的性命，臣妾亦视他为知己。淑若妃的胆子真是越发的大了，知道方海氏是女子之后，连知己这个词都用上了。你没有因为方海氏吃过醋，朕可是吃过的。陛下，昨日朕忘了告诉你，朕之所以纳方海氏为妃，是为了保住她和青海宫。她与朕之间只是君臣，不是夫妻。日后朕定会放她自由。怎么？难道在你的心里，朕是一个好色之徒？已经有了你，还想着其他人？既然你视她为知己，那朕会命她常来看看你，陪你说说话。谢谢陛下。奴婢见过纯容妃。穆内官，哎，陛下有旨，免除您日后的晨昏定省。谢陛下。陛下还说，若是纯容妃无聊得紧，可以去玉安宫一坐。淑容妃尚在禁足，她一直还惦记着您呢。陛下有心了，海氏深谢，也谢谢穆内官。哎呀，折煞奴婢了。方建明狡诈，这方海氏又成了纯容妃，现在连大街上的孩子都在传唱方海氏幼年逢仙，是龙尾神的使者。好大的一顶高帽子啊！只怕日后对他难以动手了。幼年逢仙，胡珠夫人，陛下还真是越来越荒唐任性了。这方建明为了保住方海氏，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竟编出这样的谣言。凡人谁又见过龙尾神呢？自然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哎，冯仙这二字，我还挺喜欢的，寓意这样好。端看他扛不扛得住。施荣妃为何突然把从祝年带来的医书都寻出来了？这没日没夜的看，是要查什么吗？这些书我以前看的不仔细，所以我想再重新看一遍。若只是打发时间，便少看一些吧。施荣妃不累，您肚子里的小皇子也要歇息啊。都还没生呢，你怎么知道是皇子啊？陛下没有子嗣，生下皇子便是太子。奴婢当然希望是小皇子啦。施荣妃难道不希望吗？皇子和公主都可以，我只要他能平安快乐。启禀淑容妃，纯容妃来了。还是来了。臣海氏参见淑容妃。海氏，身着宫装不能再这么失礼了，而且没有臣不臣，只有姐妹。以后我叫你海氏，你叫我提兰。婢子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我跟海氏说说话。是。你清简了不少，是宫中生活不习惯吗？从前在这宫中当差，竟不觉得这宫墙重重，如今所在宫闱中，才发觉自己真的犹如笼中之鸟。就算是笼中鸟，你也不是皇子或皇英，你是海东青啊。纵使一时被困，也总有展翅飞翔的一日。陛下也说，终有一日定会给你自由。陛下，你的事他都同我讲了。其实从你救我那日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女子。我那时候看你能够自由驰骋，随心而行，虽是女子却更胜男儿，心里十分羡慕。我一直以为这些话只能埋在心底，没想到能有一日跟你说出来。原来你已经护了我这么久。还是我初到大征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只有你愿意帮我。你既护着我，我怎能不护你？我知道你心里苦，亦知道你不会听天由命，势必挣脱枷锁。我会帮你助你，你有心事时亦可同我讲。谢谢。谁？公爷，是我。进来。公爷，您的脸色不太好啊，可是生病了。属下叫医官过来给您瞧一瞧。无妨。可有玉安宫投毒的线索？属下已经派人严加追查，并没有任何线索。想来应该是隐藏在宫里的熟人所做。
所以属下锁定了那日经过玉安宫的所有人，并暗中排查。此事危险，务必竭尽全力。是，公爷。还有一事极其蹊跷。陛下下旨册封纯容妃的那日夜里，厂王府23名家奴因误食毒熏汤，全部毙命。看来厂王也在清除安插在他府上的细作。你盯紧一些，过了此事，肯定会再掀起风浪。明白。公爷，还有一事。说。凤舞宫的人来询问小公子，来询问纯容妃的饮食习惯，说是她极少进食，给她准备的膳食经常原样不动，直接送回。把她爱吃的，还有日常的喜好和习惯都写好送过去。是，公爷。那属下告退。臣启陛下，西南年除大旱，作物欠收，逃难的灾民一路向东，沿途饿殍遍地。西平港西任刺史刘长平上书求援。先前不是说欠收不过30%，各州府库中还有足够的存粮吗？回陛下，原本是这样，各州府各自开仓赈济，只要熬过这青黄不接之时，迎来秋稻，灾情自然可减。可是这2稻收成又不佳，禾苗盈尺又不结实，到了入冬，灾民遍地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更可恨的是，西南诸部看到西平港灾情严重，更加跃跃欲试，他们想要趁虚而入，侵犯我大征，请陛下定夺。将详情呈上，朕会详加考量。陛下，陛下，如今就连西平港驻军补给也开始短缺，严重影响我军士气。现在到处有人在说连续大旱，秋稻欠收，这是因为触犯了龙尾神，这是龙尾神在施展惩罚。荒谬！陛下，西南百姓信奉龙尾神由来已久。更有人传说，只有天启城的龙尾神使者前往西平港祭祀，才能稍缓灾情。陛下，臣也曾听说如此言论。眼下外族跃跃欲试，先前曾听闻纯容妃幼时逢仙得遇龙尾神，从此越州海岸风平浪静，五谷丰登。如果纯容妃前去赈灾，定能安抚民心。回禀陛下，西平港远在千里，如果真的要缓解灾情的话，应从邻近的越州调粮。纯容妃乃是宫中的女眷，恐怕难以解决西南的困顿。青海公，从越州调粮是一定的，但眼下西南饥馑，人心惶惶。纯容妃既然是龙尾神的使者，代表朝廷前往西平港赈灾，安抚民心是最合适不过的。纯容妃乃是陛下的宫眷，并不是朝臣，岂有这么轻易抛头露面前往西南赈灾的道理？借助神迹，事半功倍，何乐不为？陛下，青海公说得对，赈灾一事，岂可派遣宫眷？陛下，还是让户部派人尽快调粮才是啊！陛下，臣愿意。罢了，赈灾之事，朕自会审慎处置。若没有其他事，退朝。纯容妃，就在刚刚，有一位叫小六的差人送了封信给你。我刚刚做了鱼片粥，您趁热喝了吧。
鱼片粥，谁让你做的？青海宫差人送来了记录您平时饮食喜好的册子。我不饿，拿下去吧。啊，是。玉然，奴婢在。帮我去找一些柏木或柏木制的器物来。陛下，这西南饥荒，雷州各部又从未死心，想吞并西南海域。此事终究要治理一番。春到欠收，秋到又欠收，州府的粮仓不是没有底，就算掏空了他们，也只能应付一时。朕自有法子，用不着你，你好生休养便是。启禀陛下，司库见吴主事奉旨前来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参见青海宫。平身。谢陛下。3月前，你曾上书给朕，说国库黄金无处安放，请求扩建库房。近日来，应该是为此事吧？回禀陛下。中州黄金矿脉丰富，冶炼精粹，天下黄金10之7、8出自中州，但市面流通的多是铜，黄金便大半藏入了国库。这几年，地方缴入国库的铜钱也不少，国库无处堆放。陛下曾下令将这些铜钱向西南诸部兑换成黄金，但如今金价飞涨，即便西南诸部为此设立诸多关卡，黄金还是无法控制地流入天启。今年夏季，国库内连黄金亦已无处堆放，是以臣3个月前再次上奏，请求扩建库房。既然如此，传朕旨意，今后10年，凡大征人赋税只交30%，余下的用徭役代替。另外，将国库内的一半财货拿出，用于修建各地的运河、水渠、堤坝以及粮仓。这一半，其中10之其2要送到西南，以西平港为主，修建沿线的运河、粮仓，筹备军备。陛下，这么多的黄金啊！陛下就这么花出去了？小家子气，有进无出，守财奴耳。此时动用国库，可以令黄金价格平稳，恢复正常。但过不了多久，金价肯定会大跌，到时候会对西南的所有部族造成打压。自夷王之乱以来，你我皆不想再大动干戈。如今西南饥荒，雷州诸部都想趁火打劫。若是此举能让他们消停，也不枉费你我这3年来运筹帷幄，默默收敛黄金。就算如此，西南一带依旧动荡不安。臣真心想请命去西平港，为陛下治理西平港，去除这块心病。建民，长途奔袭，你扛不住的。若这是臣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也是成全了你我之间多年的情谊。好好活下去才是情谊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朕绝对不会放你走。陛下，您快去看看纯容妃吧。陛下驾到！臣妾参见陛下，青海宫。纯容妃，你可知宫妃自伤，乃重罪。臣妾并非自伤。罢了。建明，将纯容妃送回凤梧宫。是。不敢劳烦青海宫，臣妾告退。
他怎么回事？陛下恕罪，纯容妃这些日子不思饮食，心事重重，现下又流了这么多血，像是太虚弱了。医官院的人呢？在路上，大概还要一阵子。赶紧把止血伞拿过来。是。陛下只让青海公送我回来，既然差事已经办完了，青海公请回吧。纯容妃身上有伤，要及时处理。陛下那边，臣才好回话。给我。如有冒犯，请纯容妃见谅。有劳了。以后不要再找解开百息之法了。我做何事，与青海公有何干系？你只知表象，却不知内情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关于百息，最重要的不是其他，是血。唯有流伤方氏血统的人，才可以解开百息。公爷，公爷，方建明，看来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这名典在祝年已遗世已久，陛下短短几日就在兰州找到残本，运气当真是极好的。哪来什么运气啊？这也是穷尽了州府之力。纵然如此，也才找到区区半册。陛下别急，也许这半本就有陛下想要的信息。希望如此吧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仔细着身子，先去歇歇吧。那陛下呢？朕看完这些便睡。陛下，青海公不行了。什么？陛下，你先歇着，朕回京城宫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很少见陛下这么慌张。多久了？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天卫已经昏迷了几个时辰了，眼下李御医正在极力救治，说青海公的情形很不好，怕是撑不过今夜啊。哎，陛下，天气冷，您把衣裳穿上啊。如何？臣参见陛下。如何？青海公他意志力惊人，能坚持这么多日，实属不易。只是青海公体内的卫生花之毒已从肌理渗入到骨髓，
只怕就在这1、2日了。陛下当心龙体呀！朕不管，就算是逆天改命，朕也要留住他。臣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。府库不是还有一段应龙角可以续命吗？快去取来！万万不可啊，陛下！那可是陛下以备不时之需。快去！陛下，遵旨，遵旨。建明，当初夷王之乱是你不肯放手，如今你竟要自己先走吗？你叫朕如何自处？你叫朕如何孤身面对？师傅，咽下去了，都咽下去了。陛下，建明，这是为何？建明，如何？恭喜陛下，虽然1碗药没有喝尽，但脉象已渐趋平稳。那这是……哦，应龙角本是续命之奇物，青海宫短时间之内应该无碍。只是青海宫体内的卫生花毒素尚未去除，恐怕日后得寻到比应龙角更加稀罕的灵药，才能护住青海宫啊。纯容妃胃口还是不好，这粥是熬的稠了还是稀了？几样细点心也不适口吗？是我自己没有胃口。对了，劳烦你跑一趟藏书阁，将这上面写的书帮我找来。您是要看历朝以来记录勋贵世家的典籍？只要是和流觞方氏有关的，这笺纸上若有遗漏，也请一并帮我找来。都退下吧。是。昨夜建明昏倒的事情，没其他人知道吧？陛下放心，此事极隐秘。派去各州府搜寻灵药医典的人，让他们不要停，若有必要，再加派人手。是，遵旨。奴婢定让他们加倍小心，不得外泄。大征14郡，9郡皆其反齐，其中与流觞接壤者3，即成围剿之势。建王楚凤仪挟裹，封之以假降。林泰27年7月初2，瘴热不下，帝休病没。我没记错，先帝果然崩于老青海宫方之役之前。只是这书上并未写老青海宫是否解开了百刑。若非解开百刑，先帝不可能会先于老青海宫病逝。第48代青海宫也晚于皇帝过世。纯容妃，给您准备了些茶点，您午膳用的少，
吃些茶点，稍微歇息一下吧。自大征开国起，不算师傅在内，总共有52位青海公，而这52位青海公当中，加上老青海公方之役，总共有17位青海公过世晚于皇帝。臣知道，上一任老青海公比帝修多活了几年。臣亦知道，陛下视青海公为挚友，应该也想过放他自由。这样的事情，确实偶有先例。陛下说的没错，百溪当真有解。只是所有的这些书里，竟然丝毫没有提及百溪的，更无从探知解除百溪的方法。难道真的除了他们本人，无人能解？可有起色？回禀陛下，臣已经施针为青海公稳气剧毒，封闭要害，如不出意外，3日之后或可苏醒。好，那这几日朕便不来昭明宫了，以免有些人察之所行，暴露了此事。好生照看青海公，他若有差池，朕唯你是问。遵旨。恭送陛下。纯容妃，天亮了，这么睡容易着凉啊。玉然，再去帮我找一些关于此类记载的书籍。罢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求求你们了，让我……宫外可是有人在哭泣，兴许是做错事受罚的宫女吧。奴婢进来时并没细看，纯容妃无需放在心上，这是宫里常有的事。去看看吧。奴婢求您了，回去吧。纯容妃，纯容妃，奴婢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奴婢的母亲和妹妹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你先起来。谢纯容妃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你。奴婢本是晋成公的一名粗苦仆役，家住在西平港。近几日来，西平港一带处处闹饥荒。昨日，奴婢的母亲写信来说，奴婢的父亲和哥哥都已经饿死了，奴婢的妹妹也和母亲走散了。奴婢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只能求您了。您救救他们吧，奴婢求您了。饥荒，那要户部拨粮，各州府开仓赈济。我人在都中，如何能帮你的家人？外面都已经传开了，他们说夫人少时遇仙，曾遇到过龙尾神，是龙尾神的使者。而这次饥荒，就是因为西南天海造地，才触怒了龙尾神，降下大旱，使得西南地区饿殍遍地。现在宫里宫外都在传说，如果您能到西平港去，向龙尾神祈祷，就一定能够拯救灾民呢。奴婢求您了，救救我的家人吧！奴婢求您了，奴婢求您了。明知是无稽之谈，还上书不止。朕看是摆明了有人牵了头，将他们联合起来逼迫朕。有朝一日，朕终要将这群奸臣的舌头给拔了。陛下息怒啊！方海市他现在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介女眷，众口一词要他去赈灾，纯容妃，他做什么？他是武将出身，
年纪又轻，让他来协调各州府，人还没到，灾还没震，就被扒了一层皮。启禀陛下，纯容妃求见。叫你个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快出去！陛下，我正是来协助陛下解决棘手政务的。臣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后宫不得干涉，你若无事，赶紧退下，以免惹人非议。西平港赈灾，臣当仁不让。你要去西平港赈灾？既然朝臣跟百姓都请愿了，还请陛下恩准，臣前往西南，协调各州府，赈济灾情。胡闹！你可知西南现在是龙潭虎穴？臣知道，西南如今灾民遍地，如若安抚不好，或许有人揭竿而起。一旦引起民乱，臣必首当其冲，成为所有人的靶子。到时候，我想不死都不成了。不止，是不止。西平港经营海上贸易多年，虽不比皖州的南淮，但那里世家豪商遍地。各州府虽都由朝廷设立，官员也都由都中派遣，但这些人常年与当地的士绅往来，未必与都中全然一条心。如今灾情严重至此，各州府大都有问题，或许就连他们每年上报上来的仓库中存粮的储量都有虚实问题。你明知情形复杂，还敢自荐？难不成你有把握？臣没有全然的把握，只有3成而已。3成？臣认为，世上的事，只要有3成的把握，便可一搏。况且，臣自信有机变。去到西平港实地考究以后，臣便能有5成把握。而朝中其他的官员，至多也就5成把握。他们，陛下未必全信，而臣，陛下可以全信。不可，朕不可让你涉险。臣知陛下爱护臣，但为臣之意，不过青山埋忠骨，马革裹尸还。只要能解百姓之苦，解大征之忧，臣愿涉险。这才是臣存在的价值。还请陛下不要让臣躲在都中，犹如笼中之鸟，日渐消磨斗志。还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前往西平港。穆德庆，奴婢在。将朕的巡天之印取来。遵旨。近日可曾去过昭明宫？回禀陛下，臣一向不爱走动，近日都在凤梧宫读书消遣。陛下，方海市领旨，写此巡天之印，你便是朕的身外之身，所到之处，诸州府县主官皆任由你调度。朕令你速速前往西平港，赈济灾情，不得有误。臣方海市遵旨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不情之请。小公子，你看我如今还有小公子的样子吗？纯容妃。公爷，他没在。少子阁，我即日起便要前往西平港赈灾，有陛下手诏，还请你拨派人手协助我。臣立刻着手拨派人手。有劳了。
不必告诉那个人，我来过。告辞。恭送纯容妃。这西南一带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还是殿下您运筹帷幄呀，不动声色的就让那方海市走上了不归之路。他以御仙为由沽名钓誉，冒犯了龙尾神，本该就是死罪。如今西南是灾民遍地，倘若他被戳穿，死在了那里，就连造谣的方建明也难有个交代呀。哎呀，殿下，您这是一箭双雕啊！说到方建明，好像有2、3日没见到他了，早朝也没露脸。是啊，有几日没见着他了。施主事也说了，这几日啊，不见他在宫中走动啊。方建明离开都中了？各城门都有咱们的眼线，没有方建明离开的消息啊。如果说他没有秘密离开都中，又没有露面啊，或许是因为伤病，猫了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呀。我立即传话给施主事，叫他探明真相。倘若这方建明真的有伤病在身，不能露面，那方海市独身在外，孤立无援，那这场戏岂不是更好看了？是。胡珠夫人替朕巡狩，前往西南赈灾，一路不易。愿胡珠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愿胡珠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臣妾拜别。平身。你不是说3日之内便能醒来吗？这都第5日了，为何一点起色都没有？请陛下恕罪，臣已然尽力，时珍少外，凡能想到的办法，全都一一用上了。但青海宫如此昏睡下去，臣也无计可施啊！陛下，淑容妃命人传话，说是在明典中有所发现，让你赶快去一趟。朕这就过去。若有闪失，朕唯你是问。你先出去候着。是。婢子，你也出去吧。是。你说明典中有所发现？刚刚婢子在给我倒茶的时候，不小心在这上面洒了一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助念古语，上面说的是：凡中毒者，无论何毒，若有龙尾神眷顾，
皆可痊愈。龙尾神的眷顾，除了方海市之外，朕还从未听说过有谁真的见到过龙尾神。那从前中毒的人可曾出海寻找过龙尾神？是有人去过，但是从未听说有人带解药回来。臣妾小时候在祝你的王宫听到过一些故事，有些人出海去寻找龙尾神赐药，但龙尾神并未赐予。那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是长生不老之药，但现在看来，有可能是解毒之药。那这上面是否还有其他线索？有没有提到解毒的具体方法？没有。这么说的话，朕觉得可能真的只是传说和机缘了。陛下，是这样的，在雷州数千年口口相传的传说里曾提及，龙尾神的发丝、血和鳞片均可以入药救人。既然名典上有这样的记载，那就说明这些传说不一定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此说来的话，鲛珠呢？鲛珠是不是也可以？鲛珠，鲛珠是龙尾神的眼泪，应该可以。鲛珠，对呀。谢谢你，提兰。陛下不要谢我，陛下不是说过吗？夫妻就是要一起分担的。关于卫生花，朕……陛下不必解释。提兰虽不知详情，但知道陛下是在担忧些什么。陛下快去救人吧。穆德信，快去把胡珠夫人陪嫁的鲛珠拿来。啊，是。陛下，医官院已将鲛珠磨碎了入药。过来。见面，方海市已经去了西南。你若就此撒手，就真的是天人永隔了。他定会抱憾终身，到时候朕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他。因此，就算是为了顾念他，你也要赶紧醒过来，明白吗？见面！御医！这又是怎么了？如何？陛下无需担心，应是鲛珠将体内的毒素逼出来了一些，青海宫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了。这些鲛珠能否将他体内的余毒清除？这个尚未可知，须得再仔细观察一些时日，才能断定。
纯柔妃，还有1个时辰便可以到达西平港了。先生，你行了，先生。果然如他们所说，西南饥馑，到处都是灾民。城中情况如何？说来奇怪，灾民如此之多，却都是周边府县的人。西平港城内并没有多少减员，反而有人聚集。奴婢觉得事有蹊跷。有人聚集，或许是因为开仓赈济吗？可是几个月前，西平港的刺史刘昌平已上书，说西平港仓中粮食告急，已无余粮了。我之前来过西平港，当时还是陈赫然陈大人是西平港的刺史，整个西平港风气蔚然。如今调来这位刘大人，倒不知是何许人也。你且帮我多留意他。奴婢遵旨。